嘿，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。哇，盡力打廣，巴黎終於幫我從日本把它淘回來了。目前的載具形態來看，其實這一款的品相還是非常不錯的。巴黎又幫我把這些白色的零件洗了一下，不會那麼偏黃了。這一款其實買到的時候還是稍微的有一點殘缺的，頭上的這個尖刺的部位斷掉了一根，巴黎幫我重新打印了一個，又噴了一下漆。樣子來說沒有問題的。另外這一套還缺了那個半變形的小警車，當時在盡力打廣裡邊帶的，可以塞到胸口肚子裡邊。不過那個東西對於大合體來說影響並不大。好在呢，這個價格也是比較貼心的，品相其他方面做的也都不錯。橡膠的履帶啊，甚至是可以真實的滾動的。哎，這麼多年過去了，橡膠竟然保存得很好。前方的大鏟臂，整個裡邊都是合金的液壓杆子加齒輪關節，活動的範圍非常棒。大鏟斗上下這裡都有活動的位置，這兒有一個小扣子，也是可以站小人的。另外後邊還插了大鑽頭和大夾子，也是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，這裡無損的咬扣，把這幾個換上去。鑽頭還能轉，兩側都是带彈簧的這種無損咬扣。老玩具的变形過程自然也是非常簡單的。首先我們把这兩片左右打開，然後把整個的手臂從這裡邊拆開扣上來。另外的一根是連着這根大的鏟臂的，注意在襠部的下方這裡鎖扣解鎖開，再把這兒扣上去，兩個拳頭翻轉出來，整個90度身體蓋過來鎖上，頭部翻起來，耶！這樣就完成了半變形的鋼坦克模式。下方雙腿變成了履帶，有一種坐着輪椅的感覺啊。然後腿部變形，把這裡整個雙關節的齒輪翻過來，兩個電鍍的大爪子扣下去，大腳板立正。就哐當盡力打廣變形完成。哎，效果來說也修得不錯嘛。胸口的電鍍有一點點氧化的效果啊，但其他方面的品相還是可以的。胸口這裡有鎖扣，打開就可以把那個半變形的警車塞進去了。腿部拆開中間結合的扣子，因為變形的需要，它終於有了胯關節和膝蓋的關節。那雙腿的可動性自然是要比火焰打廣好一些了。胳膊上的機械臂自然也是標誌性的造型了，但是因為太過於巨大沉重了，这個肩膀就舉不起來了。這裡邊是那種8稜軸的定位關節，支撐不住啊。平舉的話還可以。而勇者指令系列的另一個玩點，我們把背後的這個背包拆下來，拉出裡邊的鎖扣桿子。架起我們之前的無限炮，扣上去。哇！這時候我們就要把這個鏟臂往後翻折，卡在地上，作為一個後坐力的支撐。無限炮上膛，咔，發射。對於火焰打廣來說，巨大的後坐力可以直接往後退好多步啊！但是盡力打廣，盡力兩個字的存在，巨大的機械臂支撐在地上，作為一個三角形的穩定性，也是讓後坐力完全的抵消掉。只有盡力打廣才配得上這把無限炮。鏟臂後方還有2個洞，多餘的2塊我們可以收納在這個位置。發現盡力高出來將近1個頭啊，個頭還是非常誇張的。所以這2套齊活終於也是可以進入我們的革命合體篇。